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我们的待客之道，德国是一点儿也没学会呀。大家好，我是李哲。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中国的待客之道。我们是这么说的，当然也是这么做的。然而，去年刚刚访问中国的德国总理舒尔茨似乎是半点儿也没学会。就在前2天，我国外长访问欧洲第一站就选在了德国。这应该是上次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访华之后我们的回访，但是第一站选择在德国，也足以说明中国对德国的重视。舒尔茨访华的时候，我们热情接待，这位德国总理带着他的商业天团满载而归。贝尔伯克访华的时候，我们也高度重视，秦刚外长亲自陪同，还有领导级的人物带他参观雍和宫。那这次中国外长到访，德国的反应是怎样的呢？你看这舒尔茨突然学起了美国。当中国外长在柏林与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进行会谈的时候，德国总理舒尔茨在欧洲日活动上发表讲话了。他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可以很好的用伙伴、竞争者、系统性对手这3个词来概括。毫无疑问，与中国的对抗和竞争色彩日益浓烈。"你看，从这段发言中，我们可以发现舒尔茨毫不犹豫地将中国列到了竞争者和对手的行列之中，而非合作伙伴。至于具体如何与中国相处，他又表示赞同冯德莱恩的观点，即欧盟27国不应该立即与中国脱钩，而是应当进行明智的去风险。有些人说既然人家已经表明了不会与中国脱钩，就不必太过苛求。这样的想法愚蠢至极。为什么呢？西方的对华态度只存在2种，要么是对立，要么是合作，从来就不存在所谓的中立派。所谓对华去风险，我们看似温和，但是问题与中国交往哪里存在什么风险呢？你看，中国没有发布通胀削减法案这样不公平的竞争条例吧，更没有干过破坏北溪管道这样的事儿，所以你说有什么风险可去的呢？所谓对华合作去风险论，其本质与美国对华脱钩其实如出一辙，只不过是相比直接脱钩这样的极端手段，所谓去风险的就是软刀子，但软刀子伤人一点也不含糊。所以这一次虽然在德国的主场，中国外长依然没惯着舒尔茨。在与德国外长共同会见记者的时候，秦刚外长正面批评了这些对华去风险的论调，以去风险之名行去中国化之实，就是去机遇、去合作、去稳定、去发展。不管西方政客怎么掩饰、怎么舌灿金莲，都无法改变对华去风险与对华合作对立的这个事实。所以，中国绝不接受所谓对华去风险这个论调。舒尔茨在中国外长到访的时候发这个言论反映了德国以及所有欧洲国家对华的矛盾态度和心理。他们明白本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但又不愿意亲近中国而得罪美国。这种心理表现出来，就是他们一边吃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红利，一边嘴上不饶人，时不时的炒作一下反华的话题。这种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行为，我们是绝不能惯着的。相互尊重是开展合作的前提，欧洲你可不要不识好歹最后还是想引用秦刚外长在波茨坦会议就职那个留言作为结尾：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促进世界和平繁荣，实现中国国家统一。好，今天旅游观察就是这样，下期再见。